穿戴式手表它未来会朝一个什么趋势走。所以其实我蛮期待哪一天就是 Apple Watch 里面可能有一个的 App。从你的角度，你希望苹果手表能改进的地方有几个点？第一个当然不用讲，就是Hello， 大家好，我是苹果爹。那我们今天有一个很特别的来宾来到我们的频道。那你们平常如果有在运动的人，应该都会知道他是谁。那我们就给他自我介绍一下他自己。嗨，大家好，我是哲瑞。那我平常的频道 slogan 就是我是你的教练梁哲瑞。那我频道其实在拍一些有关于跑步跟一些自行车，还有一些我去参加各种运动项目的分享。对，跑步跟自行车都有，所以你的运动的领域算是跨得还蛮广的。其实我最一开始是田径运动员，就是我从国中、高中到大学都是选手，然后在毕业后就想说，应该说在大学末端已经接近毕业，那时候就想说，我这么喜欢运动，然后运动对我来讲又是一个很密不可分的生活，那应该把它拍成一些影片来跟大家分享。对，那今天他其实来到我们这边，我们有拍2支影片，那另外一支就是在他的频道，我们有讨论很多关于 Apple Watch 啊，还有 Garmin 手表的差别，所以大家也记得去订阅他的频道，然后去 follow 他的影片，订阅起来，订阅起来。欢迎大家来看这支影片，因为我觉得我们刚刚讲了很多真的是非常专业的内容。对对对，我平常都是听到别人讲说，哦，你的苹果手表只是玩具啊，什么没有那么专业，就是数据没有那么精确。让我自己没有那么在运动的人，我当然我也不敢嘴，我说哦，好像是这样子吧，我也不知道。可是刚刚听他分享之后，我就发现 ，OK， 真的是有差啦。对，我觉得取向不一样啊，但大家有兴趣可以到我那边看一些影片，就是我们里面分享的真的是很多关于差别。他自己也有用苹果手表。其实我在开始准备拍这支影片前，我做了超多功课，想要去挖掘一些它的第三方软体。我发现好像真的还没有开发到这么完整，在支援一些专业训练的数据上。好像是这样子齁，所以我们可以期待未来。对，搞不好你自己就可以做一个。好，那他刚刚有大概讲他的本业是什么嘛？那其实我有一些好奇的地方想要访问他一下。那就是说，你刚刚本来是做教练，那你是什么因缘际会下开始要拍 YouTube 的影片，或是有自己的 YouTube 的频道？最一开始在我的教学领域的专业上，常常会有一个问题被问了大概10次20次。那一样的问题，我要打10个人、100个人，都是打文字回复的时候，我就已经快受不了了。我就想说，那如果我可以把它拍成影片，然后他可以直接用影片的方式，我把链接丢给你看。你问我就直接丢链接给你，这是一个蛮简单可以解决的方式。后来发现蛮多人喜欢看像这样的就是教学内容，所以我们就开始做这样的分享。就因为这样，然后就开始做了 YouTube 频道，然后开始分享一些我在可能训练上，然后除了教学领域外，我去参赛啊，做一些各种运动项目跟我生活的一些分享，这样。所以也是有点无心插柳，然后就跳进这个 YouTuber 的行业，就变成教练，然后还要兼职拍摄 YouTube 这样。这样真的是蛮累的齁。但我觉得就是兴趣啦，因为它真的是可以帮助你在比赛或是训练的过程中被记录下来。因为很常是你可能比赛就是那个几分钟、几个小时之内的事情，但那或许是一个你永生难忘、很感动的一场回忆。但如果你只是照片，你可能没办法回复你在当下的情绪啊，或者是任何那个赛事的氛围。但透过影片，你可以看到那时候，现场很多人在看啊，很多人在加油，很多人在那个时候参与感非常就是浓厚的，会让你重新再感动，会让你想起来当时的那个气氛。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算是让我持续再拍下去的动力啊。所以我觉得兴趣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重要，才可以让你持续下去。对啊。那刚在他的频道的影片，我也听他在讲运动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也听得出来他对这个东西是有热情的，因为他一讲就可以讲到非常多专业的东西。那我真的就听得出来，一个人对一个东西是不是有热情在。对，我觉得这个差别。感觉得出来。确实啊，因为有时候没有热情，只是应付。其实久了，你真的会觉得，我不想再做一样的事情，讲一样的东西。这确实是需要真的很喜欢这件事情。那这个频道对你的本业的影响是什么，或是带来什么效应？会不会有一些帮助呢？还是可能有占掉你更多其他的时间？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帮助占大部分，因为其实，在知名度或是你可以认识到，甚至让原本不认识你的人，透过这个影片，然后来知道原来你也在教跑步，原来你是这个领域的专家，那甚至你去参加一些各种不一样的赛事，会吸引大家关注。对，然后也因为这样有更多就是可能跟厂商合作的机会，像是赛事邀请啊，可能原本都是你们要自己花钱去参加比赛，那接下来厂商会希望你可以去协助他曝光赛事，所以邀请你来免费参赛。对，就是有蛮多新增像这样的机会。我觉得在发展我本业上是两个相辅相成，就是两个其实都缺一不可啦。那如果想学跑步的人，对，他要怎么去联络到你，去找到你？如果在 YouTube 上的，就是其实我在资讯内容就有写到我的粉丝专页或我的 Instagram， 就是可以搜寻。我放链接在下面。对，那如果你真的在一些影片内容不一定有急切需求，甚至你
不是在台北，你是在其他以外的县市，你可以先从我的频道里面，其实有非常多关于你跑步怎么从零到开始，然后你会遇到所有状况，就是我们几乎都拍过你会遇到的小剧场。所以就是频道上有非常多可以满足你在一些刚开始要踏入运动的时候该注意或是准备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好，那再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要问到你关于苹果手表了。好，没问题。因为刚刚其实他有分享到他最近刚买了新的苹果手表第6代，对不对？ S6。那其实我们自己平常在介绍苹果手表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观众会大概来分享一下说，哦，他喜欢苹果手表，可是在一些专业运动上面还是略显不足。没错。苹果现在出到第6代了，你觉得就是说你自己现在使用下来，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粗浅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如果是在选择上，就是第一个当然是先看你自己定位，你到底要找一个什么样的手表。如果你只是目标是在生活运用，我觉得苹果就是毋庸置疑。如果你用苹果系统，它一定是最好的选择。但如果你是在想要在运动的这些资讯上面有很专业的这些数据产生，让你可以多一个评估你训练成效的一些 data 的话，我觉得 Garmin 手表或许是一个还蛮好的选择，因为它的差别在于基本的这些公里数、速度、心率都可以在最一般的这些 GPS 就可以达成，但比较难的是它后端的这些软体，在 Garmin 的这些大数据当中，它其实资源的比较丰富，包含你的近期训练成效，它会给你一些评估建议，就是等于手表已经像是你的教练，你练太多，它会提醒你。那有人工智能在里面，这样。对对对，它会因为你的数据去分析说，你最近没什么训练，它会提醒你要不要该动一动。但是在比较生活的运用上 ，Garmin 可能就没有资源到这么的丰富，相对于苹果来说。那退一步来讲说，如果说真的专业运动的手表来讲的话，是不是 Garmin 就是一个最大的品牌？我觉得以现在来讲，应该 Garmin 是在运动领域来讲，它已经是穿戴装置目前应该是最龙头的角色了。基本上后面现在出的其他装置，大部分功能 Garmin 都已经有了，就是比较少是它还没有，但是其他手表先出，目前可能是比较少。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想刚开始认真运动，然后你又很想要收集这些数据，在你每次的训练当中，我觉得 Garmin 的表款有千百种可以选择。对，你要生活运用，你要自行车，你要跑步，甚至游泳，就是各种都可以符合到你的需求。我觉得还蛮专业。哇，所以你用 Garmin 手表应该也蛮多年咯，已经应该是5-6年以上。5-6年以上，对，真的还蛮久。频道有非常多关于这个的资讯。对，就是有蛮多，就是因为很多人买了不会用啊，所以我们有教大家怎么设定你的一些快捷功能，甚至怎么看你的数据，还有一些我平常喜欢用的一些，就像 Apple 当中的手势这些功能，其实 Garmin 也有。那我们也有教大家一些简单的使用方式。哦，那其实我自己私心来讲呢，我蛮希望将来可以看到更多可能苹果手表跟 Garmin 的一些比较啊、测试这些。不知道你再来对这样的内容有没有规划？接下来我们应该会拍一些相对于在数据上的，因为很多人会单纯就是就我到底该怎么选择。那当然他听建议不一定会觉得可以直接采纳，但如果我可以透过实际演示说，他在跑步当中2个手表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或许这是一个实际你会想看到怎么样是比较符合你的使用需求，那或许可以给大家一个就是你在购买上很好的建议指南。哦 ，OK， 好，那将来我想更深入的这些了解之后，就可以多去看看你的资讯。对，我接下来没事就到留言区看看。他在问 Garmin， 我就会帮你回复。对，太感谢，我都有点不太敢回答。没问题。这个我不太懂。那我再来的问题就想，因为你现在用过2个不一样的生态链的装置，那你觉得这种穿戴式手表，它未来会朝一个什么趋势走？其实我觉得以现在看还蛮明显，就是 Apple 做的就是自己的生态链的整合，它就是一个有点像遥控器，它可以控制所有它的设备，然后甚至它可以把所有的东西联动到手表当中，就是你可以在手表控制手机，甚至去解锁你的 Mac 支付，就任何相关，我觉得它就比较像遥控器。那如果是 Garmin 设备来讲，它比较单就，就是这个装置它就是一个教练，它就是一个可以记录你所有训练内容，那甚至你可以去回扑你上一次训练的状况跟这一次相比，它比较像是一个训练的工具，所以我觉得2个还不太一样。但如果有一天是2个互相整合，我觉得是非常厉害。就是一个你要很专业的数据，它有资源，但你要这些生活，它也有资源。所以其实我蛮期待哪一天，就是 Apple Watch 里面可能有一个 Garmin 的 App， 它可能就可以把这些资讯直接写进来，然后或许这就是一个直接解决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当然以就是利益考量啊 ，Garmin 当然不会这样做，因为他希望大家买他的手表，使用他的这些 App， 自己砸自己脚。对，所以我觉得蛮期待，就到时候看是不是2个表款不一定是合作，或许是2个都因为对方的竞争，然后出了更厉害的装置。
就是把原本他们强项的东西结合弱项，或许就是一个真的很全面的手表。对吼，那这个就是一个你觉得最完美的穿戴装置这样子。我觉得以现阶段应该会是希望它既可以很专业的这些数据监控，但又可以很方便的控制你这些家电。那当然最后选择就只是它的外观啊，它的一些多加的功能，然后让你去选择你到底想要在哪一个品牌下做使用。好，那下一个问题其实刚刚有大概讲到，可我觉得还是要问一下。好，从你的角度，你希望苹果手表能改进的地方有几个点 ？OK， 改进的地方，我觉得第一个当然不用讲，就是很多人也很常讲到的，就是续航。这一个表现，对，因为续航表现，像我觉得可能我个人上有一些信仰，所以我觉得每天充电对我来讲没有很大负担。但如果你真的在有些时候是你可能要出外工作或2-3天的这个不在家的情况下，你就需要多带很多东西出门充电它，因为你没办法在2-3天内充一次电。真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在续航表现上稍显不足的地方。是真的是每次有人问我，我都会说，他说苹果手表是不是很好用？我说对。他说那多久要充一次？我说大概1天半。然后别人说那我不要了。对啊，所以但我觉得这就是习惯，你可以像我现在就是在睡前或者洗澡前，我就会把手表拆掉去充电，然后洗完再穿戴回来，因为它会有一些睡觉的监控，所以我就会在洗澡的这段时间去把它完成充电。对我来讲没有造成很大负担，但它确实是一个就是缺点。如果它在这个地方改进了，我相信它会越来越全能，就是对手会越来越少。如果苹果有一天醒来想到这一步的话，或是像你刚刚讲的结合更多专业运动的在里面的话，那Garmin可能就会有一点点受到威胁。对，不过Garmin是个蛮厉害的公司啊。它其实最一开始是做航电起家，就是做一些飞机或是航运的导航。所以我觉得它在GPS 这些精准度上一定是毋庸置疑的，就是它的专业，所以它现在在结合一些比较是生活甚至是运动这些智能，是它可以拿来运用，因为强项是 GPS，所以它可以从这些去延伸。我觉得也很可以期待啦，在它未来的一些整合上，因为它至少可以跳脱，你不用 iOS， 你不用就是 Android， 它完全就是它就是个别的一个两个都支援的一个中立的角色，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一个蛮多运动爱好者去选择的一个原因。这个真的是重点，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以期待啦，未来它的发展。但是以现阶段就是两个都是还可以更好的状态，所以我现在就是很尴尬，一次出去可能就是训练的时候要带 Garmin 表，然后生活我就会带 Apple Watch，所以我觉得就是蛮可惜，它两个没有整合在一起。希望再来的几年我们可以看到苹果手表再进步一点，就希望他们可以更多竞争，然后两个就一起成长。对，其实这样是最好的事情。对，良性竞争。没错。那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杰瑞来我们频道，然后分享这么多有用的资讯，然后其实关于更多更深入的细节的比较，其实在他访问我的那支影片，他都有解释非常多，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的频道，订阅他的频道他会分享更多的资讯给大家。感谢，真的非常，我觉得真的是透过交流可以认识更深啊，因为有时候就是很 close 在自己的资讯内容里面，跨出舒适圈。对，我觉得互相交流可以，真的原来还有很多事情不知道。没错，就我觉得刚刚那个小功能真的蛮酷的。对，还在回味。今天的影片大致上就先到这边，那我们非常感谢有我们的来宾来到这边。OK， 那也记得订阅我们两个的频道，欢迎到我频道去参观。OK， 好，下次影片见，拜拜。